像颗脱落，现实无人可说，关系沉默。我深埋的回声多大？多想听见一个回答。孤独的人啊，是风中的沙，没地方停下。装一身伤疤，心也不坍塌，开在石缝中的花。佳琪，哥，你跑哪去了？啊，不都听扶过期了吗？怎么还生闷气呢？出来透透气。你要是不爽，我就把这手我再单跟他练一次。我哥是那种人吗？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？还能有什么事儿？李姐，以前啊，都不用别人，今天啊，你装不动，哎，你说不爽了？就你懂不懂？哥每天拉不爽，咱喝酒去。要喝成这样吗？怎么有股糖糊味儿？这就是你说的常和董事长来露营的地方。什么露营？他就是来烤火的。我觉得挺好的呀，偶尔出来透透气，跟城里不一样。我们董事长啊，对烤火简直是痴迷，然后再讲一讲他当年在农村那点事儿。要我说啊，还是改变不了农民的习性。来，暖暖手。好。怎么是吃烤肉了？你什么时候酒醒了，把医药公司的资料看了？一定要这样吗？你保证给我吧，不会再进我家了。我好好敲门了，你也不开。
今天我不想一个人过，一起吃点。你不会忘了今天是什么日子吧？我小时候最喜欢吃你做的烤酥了。你做完之后，让他带到学校，我们俩饿了就偷偷吃点。我把附近所有的桃酥都吃遍了，就这家跟你做的味道一模一样。你现在也瘫了，做不了了，所以我给你带过来了，一起吃。坐。你自己吃吧。我爸最喜欢的叉烧包，今天是他的忌日。我刚从公墓回来，这也算是祭品吧。吃祭品好啊，增福天寿。来，让我爸保佑你长命百岁。起来。张嘴。你干什么？你是不是不想让你奶奶多活几年啊？是不是不想让她好好的？我他妈对你一片好意，你想捅死我？你想让我跟我爸同一天忌日是不是？你去不去啊？啊！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是个善良的人。你怎么在这儿？他又来找你了。听你打电话不接，我猜你肯定出事儿。都打成这样了，你报警啊！报警干什么？欠家还债不应该的。你不是一直在还吗？利息也没有少。为什么要受这个罪？我欠的不是这个债。你当年要是不反抗，他爸那个样子，你和奶奶能活到现在吗？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打心眼里就没有放过自己，才让他这么打你？放过不放过，有区别吗？生与义。张总监，你站在我的角度想想，因为有举报线索，我们就只能查下去，这事儿就没法了结。我就只能这样一次次约谈你。如果是顾总真的有什么问题，公司一定会追查到底。你要是有什么证据，不如交给我们，由我们来彻查。
也名正言顺啊。你们监察室不也归 CEO 管吗？就算我真的有什么证据，你们会查下去吗？这监察室真的该整顿整顿了，查了半天什么都没查出来，拖下去不是办法呀。还有那江佳琪，自从上次聚餐之后，有点丧心病狂要报复的意思了。那录音毕竟是真实存在的，咱索性直接上报董事会吧，就用他暗中调查你这件事情为由，直接让他走人。您说呢？既然监察室的人已经接手了，那就交给他们处理。我们插手会引起不必要的联想。什么联想？就好像录音和举报都是我们做的一样。哎，佳琪，问你什么了？还是那些问题。佳琪，我们是自己人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话，尽管说，我们大家一起商量商量，看看怎么共同应对。你对我有意见？没关系，可以直说，有道理的我一定会听。但是背地里搞小动作，没有必要，是吧？说说吧，怎么回事？按照监察室的说法啊，好像佳琪在暗地里调查顾总。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矛盾？佳琪好像怀疑购物卡的事儿，包括庞建出事儿，都是顾总的安排。有证据吗？监察室倒是都说过了，但是没有什么发现的。这个苏更生啊，作为监察室的头，竟然一点没跟我提过。可能考虑到顾总人是个大概率，他会有顾虑吧。想找个信得过的人，真难啊！不是，董事长，哎呦，您怎么不跟我说一声？我去接您多好。哎，你们都是公司的顶梁柱，可不像我一个大闲人。董事长，董事长好。哎，好好，坐吧，坐吧啊。董事长，哎，佳琪啊，我想约你聊一聊，怎么样？后天周末，咱俩打场高尔夫。对不起，董事长，我不会打高尔夫。哦，那你会什么呀？足球。足球？呵，好。足球的话，50年以前我可以给你踢一场。现在不行。现在是肯定不行了。董事长，我在百花山找到一个不错的地方，我想着呢，周末我准备好柴火还有帐篷，咱们去一趟。好啊，后天不就周末吗？早点接我。好嘞。佳琪，怎么样？后天一起去。怎么又会烫火味？我们是吃烤肉了。早晚，我们能够找到一个我们可以一起做的事情。董事长，要不然我和医生说一声，晚上我带您去喝个一分汤。啊，不用，这周末是你们年轻人的事儿，我呀还是有眼力见儿的，啊。
好了，你们都回去吧。啊，我送你。回吧。浅薄。就老爷子的态度，张佳琪，我们一定要争取过来。老大，你看一下这个，这是那个苏萨案例的受试者声明。什么声明？他承认了参加实验的时候隐瞒了药物过敏史。但咱们的素材报告已经出过了呀。是啊，如果受试者隐瞒了对某种药物的过敏史，并且在实验期间服用了类似成分的药物，那么出现不良反应就未必是 SA0988 造成，那么我们苏 Sir 的报告可能就不成立了。公司之前最担心的就是这个苏萨会导致监管部门拒绝让 SA0988 上市。缺什么来什么，对吧？这也太巧了吧！你们赶紧把这位受试者所有相关的数据跟报告调出来。好，我这就去。喂，收到了吗？受试者声明。正在看。哦，项目负责人听说也收到了。你们最近是不是去找了这位受试者？没有啊，我怎么会干那种事儿？我也是刚刚收到邮件。电子版。上来电了。我拿到的是带签名的原件，你怎么看？这说明对方非常清楚不良反应上报的流程和规则。你们药物警戒是主责部门可以给你们发原件，给我们发的是扫描件。这个操作还是够专业的。太专业了。你跟那些食药患者有接触吗？你放心，处理妥当了。花钱了吗？绝对没有，一花钱性质就变了。我懂。得尽快认定这个声明，加速 SA0988上市的申请。明白。我出去一趟，我觉得还是有必要核实一下这份受试者声明。老大，你这个时候去的话，意图会不会太明显？那让别人看，以为你是跟上面作对呢。我们药物警戒的职责是什么？不就是确认事实吗？如果受试者的不良反应是因为别的原因造成的，那当然不必上报。但他如果还是有可能和 SA0988有关的话，那就必须调查清楚。我们 PV 只做技术判断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好了，反正你去哪儿我去哪儿。我也去。你们就别去了吧，这只是私人办法，不是工作。况且医院这件事，你把你们牵连进去的话，我们也是私人办的。对。行，准备出发。哎，老大，别让同事去了，你留在这儿啊，有事跟我们联系。行吧，走，受试者声明带了吧？带。谢谢啊，应该的。来，你们喝水。谢谢。谢谢。王先生，我们今天来就是做一个简单的报告，是关于你父亲之前试药的事。
还有一些细节想跟您核实一下。好。您父亲的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啊，还是早期。听说您是主动向我们项目组提出，您之前隐瞒了您父亲的药物过敏史。那您父亲是对哪些药物过敏呢？阿替美。那当时发生不良反应的时候，您为什么没有提到这个情况？当时我爸突然就说不出来话了，我的第一反应肯定是以为药物试验的原因，我也就根本没有往别的地方想。等我一下啊。不好意思啊，我是怕我吃了药，定了个闹钟。您是有哪里不舒服？尿毒症，每周要做2次透析，因为这个病也没法工作了。我的治疗费用，再加上我爸的病，我们根本就负担不起。如果不是因为这个情况，我也不会忍心让我爸去试药。那您父亲自己知道现在这情况吗？知道，反正现在这个阿尔茨海默病没有什么特效药，说不定这个新药还会有用，不仅不用花钱，还能挣钱。其实我心里明白，他就是想挣点钱，可以贴补。我爸听说他体检合格了，还挺高兴的。慢慢聊，我给花儿浇点水。哎，爸，哎，那花儿你刚才浇过了，是吗？啊，哎，来，你去把这棋摆上，一会儿咱俩来一局。好。哎，王先生，您父亲除了阿尔茨海默病相关指标之外，其他体检都基本正常。他之前有发生过脑梗或者心梗吗？没有。阿替美是专门用于脑梗急救的溶栓药。如果他之前没有发生过脑梗，您是如何知道他会对阿替美过敏的呢？啊，就是我爸这次脑梗以后，我去咨询了医生，医生说我爸确实发生过过敏反应。是，王先生，我明白。但如果您父亲之前没有发生过脑梗，也没有使用过阿替美，您为什么能知道他有阿替美的过敏史呢？我们家有2个病人，我知道这病人等着药救命是什么样的心情。如果是因为我让这个药的研究受影响，我心里很难受。哎，正好扎这儿，直接扎过去。你扎进去啊！你直接扎进去完事儿了吗？我给它倒进去，不然好出。你费那事干啥呀你啊？你看，你怎么开的车啊你啊？有你那么抢车位的吗？不都怪你吗？不至于，就上前面再找呗。你瞅你停这破地方停的，一会儿还得给人挪车。你至于吗？我怎么不至于？早上你把那包全造了，我就为吃早饭，我就见地月堂，一地月堂脾气就大，要不然我让老王把那饭菜都准备好，一会儿啥都没了。哎，老王，哎呀，这咋晚呢？这上午接了3单嘛，这给我累的。这些菜都能加呀？都可以随便吃的。那边也可以。可以。鸡腿加鸡腿，鸡腿也可以。那我加个鸡腿吧。好的。你看，可以。还要吗？够吗？好，谢谢，够了。好，不够再来。这不悠悠吗？小舅舅。我外甥女儿，演员。哎呀，来，坐。
哎，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？悠悠，今儿怎么想起到这儿吃饭了？这好吃啊，15块钱8个菜呢，然后还有一个大鸡腿，太划算了。啊，对对对。导演，你没有鸡腿，你吃个鸡腿补补啊。我们这儿就是粗茶淡饭的，希望你能吃得惯。吃得惯，我胃口可好了呢。而且你们这儿的伙食比我之前剧组的伙食都要好，对吧，导演？导演，姜师傅原来真是导演呢。是啊，导演之前还拍过一个短片，在电影节获过奖，可有才了呢。真的吗？姜师傅原来还是个大导演啊，那咋还和我们一起开货车呢？你那个什么片子叫啥名？我回头上网看看去。来，出来。哎，我饭还没吃完。说吧，想干嘛？真奇怪，10年前你做导演的时候，我都不敢看你，我看你我就害怕。我现在越看你越觉得顺眼。别没完没了的。你肯定是憋着一口气想东山再起，然后创作出最有力量的电影，对吧？我跟你说，没有电影，没有导演，没有创作。我现在就是一个货快达的司机，我也没想过要回去。你不就是想来看我笑话吗？现在你看完了可以走了吧？我不是来看你笑话的，你为什么不当导演了？你为什么不继续创作了？你听不懂人话是吗？我求求你别再出现在我面前好不好？可是我看见你就开心，我真的很想每天看见你。我之前是看你可怜，我今天跟你说句实话，我知道你这些年过得不好，不开心不顺利，但是你想过没有，10年了，你无论是唱歌也好，演戏也好，如果你真的有实力的话，你早就出来了，会像现在这样吗？1次2次你可以怪别人，10年，你说你怪谁？所以别把责任推卸给我，好不好？你就是无能。打印纸怎么又没有了？我问你话呢，这打印纸呢？你拿我话当放屁是吧？周元，我告诉你，我忍你很久了，我也就看你是个女的，你要是一男的，我早跟你动手了我。周元，你给我出来！我今天必须让他出来！我必须今天要跟他出来！我要跟他把话说清楚！我告诉你，我今天必须把话说清楚！我这。说吧，到底怎么回事？老大，你知道的，他看那女孩一直不太顺眼。周燕不一直都那样吗？也没见小东发过那么大脾气。那可能是因为那天聚餐的事情。聚餐我都在，还发生什么了？那天跟宋红出去的时候，他给了董雅丽一巴掌。为什么？我那天喝的有点多，我也记得不太清楚。
你跟德王林怎么回事？为什么要打他？讨厌他，就打我。讨厌就能动手打人吗？他到底怎么得罪你？骂了你，说了什么难听的话？你说啊，到底为什么？他说你窝囊，还说师弟爬你头上那是人家有本事。你都这把年纪了，还被别人当众羞辱，都是自己造成的。我那天真这么说的。对啊，你嘴多厉害啊！哎，老大，董万林，你现在厉害了是吧？连我都敢骂。你个混蛋，现在就给我道歉！老大，对不起。说10遍。对不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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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大，我爱你。神经病！谁没有在背后说过别人坏话？说了就说了，假装没听到不就好了？干嘛非得说出来？谢谢你帮我打了他，我请你吃饭。人与人之间，有些话是不能随便说的。如果你听到别人说你朋友的坏话，你告诉他，只会让你们之间变得尴尬，到最后，可能连朋友都做不成。可明明知道，怎么能假装不知道呢？这就是成年人的规则。只要假装不知道，就可以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可那种害怕被别人知道的恐惧，会把自己压得喘不过气。你每遇到一个人，就会去想，他知不知道呢？他知道了还会接受你？就这样每天都紧绷着自己，连呼吸都不敢呼吸一下。有时候我就在想，干脆都说出来，是不是说出来了，就不会那么累？我会装作不知道，
不管别人跟我说了你什么，我都会装作不知道。所以你也这么做好吗？不管你知道了我什么事，你也假装不知道，好吗？我们做药是为了什么？难道不应该是为了保证大家的健康跟安全吗？你也来了？顾总让我来的。我不管用你们尽快分手，还有，不能让他知道我知道的事。躲在黑暗里的光，遮住心里的慌，被锁在缝隙的漫长。生活被追着投降，我们全都一样，被喘不过气的行囊，不敢过得这样的平凡，翱翔天空的无奈，该怎么去呐喊？当蒲公英吹向远方，三尺孤羊逆风飞翔，去等